连骂2个小时脏字不重复的视频走红后，一个贵妇找上了我，1个月1000万，嫁给我儿子。我正要开口骂骗子，听见贵妇人擦着眼泪道：“他性情文弱，出了意外之后常被人欺负，你这张嘴正适合护着他。”宴会上，我看着坐在轮椅上被讽刺挖苦而默默不敢作声的清俊男人，心生怜悯，点头同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撞见我的病弱丈夫高高坐在上首，满眼威压，冷眼看着一众被他搞破产的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：“不是，我亲爱的婆婆，你确定你儿子他柔弱不能自理？程正，听说你新婚啊，认识这么多年也没什么可送的。”男人恶劣的笑了，不怀好意的打量一下我：“要是你不行，兄弟可以代为洞房。”我也笑了：“怎么，你要来床底听吗？屋角有个狗笼子正适合你。”我不屑地打量他一眼：“只是你这样的，我们不愿意养。都说会咬人的狗不叫，你叫得这么欢，想必是个银样蜡枪头，当狗都不合格的废物点心。”男人被我气红了脸：“你！”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各位，洗手间暂时停用了。”我声音不大，也只吸引了周围几个人的注意。我转头看向男人，嗤笑一声：“因为这位先生的嘴里就装了马桶，要不然怎么会这么臭？”男人瞬间跳脚：“你怎么这么粗俗？”我无所谓，这已经算是很文雅了，还有更难听的，你要听吗？把男人气走后，坐在轮椅上的程正轻声向我道谢。我一看他这文文弱弱受气包的样子，就心生怜爱，赶紧安慰他：“放心，以后我就是专门护着你的。”程正也笑了，声音温和：“那多拜托你了，老婆。”我被程正一句老婆弄了个大红脸。和程正结婚这件事说起来非常荒谬，那本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暑假，我放假回家洗自己的一堆衣服。刚刚回去的我没有及时查看村长的消息，于是洗衣机在最后关头停电了，我只好吭哧把满是泡沫的衣服掏出来，满满当当一大盆，在院子里冲掉泡沫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：“村子里的孩子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个村庄，女孩子更是一字不识，只能早早结婚生子，伺候一大家子。比如眼前这个女孩子，年纪不大，又瘦又弱，却要洗夫家一大家人的衣服，让他们看到从未见过的世界，给他们送温暖，这就是我们直播存在的意义。走不出村庄，大字不识，洗一家人的衣服。”我满头问号，自动给自己配了个我妈的表情包。对方举着个手机，一边拍一边直播，旁边跟着一个人，背着包抬着打光板，时不时应和几句。真就是开局一张图，剩下全靠编呗。我听他越编越离谱，甚至开始借着油子收礼物，再也忍无可忍，拎着洗衣服的棍子就冲了出去。放你屁！一声怒喝，主播呆住了，直播间也呆住了。接下来我上演了一场大型带脏字骂人现场，整2个小时，脏话不带重复的。最后还拎着心态崩了的主播和助播看了我的学位证和毕业证。本来我还没骂完，只可惜直播间因为脏话太多被封了。这种编排别人谋取流量的直播，封了也活该。我狠狠出了一口气之后就回了屋子，未成想我火了，有人把这段截了出来，封我为大学生第1铁嘴，甚至下面还有一堆雇我骂人的。我没在意，可过了没几天，我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对方言简意赅：1000万嫁给我儿子。听上去非常像一个恶作剧。直到我站在了他们家3层别墅前。不是，你们来真的呀？一个打扮富贵的女人告诉我，她的小儿子前不久出了车祸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以后只能坐轮椅。这样一来，有不少人明着暗着嘲讽挖苦，他正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，把那些人通通骂回去。我既有学历，又会骂人，简直是天选战斗机，不是天选儿媳。听上去有点离谱，但离谱中又透露着几分合理。我犹犹豫豫，结婚毕竟是件大事，1000万，要不我能不能先见一下令郎？1个月1000万，好嘞，妈，1个月1000万，对方是只癞蛤蟆我都能忍。当然，程正不是癞蛤蟆，甚至比我经常刷的网红帅哥还要帅上几分。最重要的是，当时的程正坐在轮椅上，明明温柔和煦，却还是招了几个人对他嘲讽挖苦。我本来不明白，这样的豪门世家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怎么这样欺负人？直到看到站在正中心被众星捧月的程正哥哥程梅，心中顿时了然。豪门水深啊！程正的脸色已经苍白，却还是在极力忍耐。从小到大，我阮妙不怕打架，不怕骂人，就怕这种可怜巴巴、委委屈屈，只要碰到了，心就会软得一塌糊涂。我当场气血上头，这人我罩着了。程正是个性情很温和的人，哪怕突遭意外，他也没有怨天尤人，把气撒在别人身上。反倒是我进别墅第1天就骂哭了3个搞小动作的保姆，他们看着程正断腿，以后继承家产无望，就极力讨好程梅，把程正这里的消息漏得跟筛子一样。我板着脸把他们一个个辞退，程正坐在一旁，结束后还给我递了杯温水。口渴了吧？瞧瞧，多好一人，就被这些人这么欺负。晚上的时候，程正更是善解人意。我知道你对我没有感情，嫁给我是委屈了你，我绝无冒犯你之心。别墅房间众多，你大可随意挑一间住，要是你喜欢我这间主卧，我就搬出去。我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的好意。你现在身体不方便，我必须随时照顾你。担心压到程正的腿，我干脆在他床边支了个小床。半夜睡得迷迷糊糊，我感觉好像有人在说话。不用流了。他以为死了就算了，死了也得给我吐出来。什么死了算了？我猛然惊醒，难不成他的温柔开朗都是装的？他其实已经抑郁到想自杀了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扭头一看，程正已经不在床上。我急急忙忙跑到阳台，看着程正正坐在阳台的椅子上，怅然若失，忧郁、可怜、孤独。听到声响，程正回过头来，月光下，他眯了眯眼，眼中厉色一闪而过。我看着丢在地上的拐杖和远处的轮椅，心疼万分。你是不是回不去了？回不去你就叫我呀，我睡眠很好的，不怕吵醒。我推来轮椅，把他小心翼翼地扶回去。
躺在床上，我依然辗转反侧，满脑子都是他那句死了算了。没想到我们同时开口，你听到什么了？你要坚强的活下去呀。沉默。我们同时开口后，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静寂。我只当程正心情郁结，被我撞破之后情绪更低落了。想了想，我从小榻上翻了下来，爬上了程正的床，然后轻轻握住了他的手。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，赶明我们再找医生好好问问，天下之大总有神医。再说了，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，现在没办法不代表以后没办法，人活着才有希望。我捏了捏他的手，别说，这副家公子娇生惯养，皮肤摸起来真嫩。直到程正不自然地咳了一声，我才从老色胚的状态中醒过来，继续道：至于那些管不住自己嘴的，放心，我会教他们做人。我好像上了的大当，婚前谈好的1个月1000万给我，等我嫁过来就变成了我和程正这里的全部开销，1个月只给1000万。我瞠目结舌地看着管家递来的账单，不死心地又查询了一遍余额。程正乖顺地坐在一旁，脸上有些赧然。是我拖累你了。我明白他的未尽之意。豪门之争向来残酷，假使程正一切健康，或许可有一争之力，可如今他双腿俱废，比起他精明强干的哥哥，就立刻成了弃子，只能过上向家里人伸手要钱的日子。程家颇天富贵，根本不差这一笔钱，不过都是看他没什么用处了，就可以随意敷衍对待。我安慰他，没事，1000万也足够了。安抚好脆弱的浇花程正，我变了脸色，火急火燎地叫了管家。这还不到月中，怎么就500万出去了呢？我捋着账单一路看下去，直接瞠目结舌。这什么冰块，一袋300多美元，用天庭水做的吗？等会儿这牛肉怎么还加了1万多的机票钱啊？看了一圈之后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，资本家果然不坑穷人。比如前几天给我置办的珍珠耳钉，本质是一对合成树脂，那5000多的手镯、电镀铜。我拦住管家，以后我的首饰不需要置办了，有这钱买点纯金不好吗？还能保值。再不济我拿100多块，绝对能买到一对如假包换的珍珠，怒省3900。我对这些资本家溢出的附加价值丝毫不感兴趣。午饭的时候，我盯着程正优雅地切下一块牛排，他被我盯得有些发毛，迟疑着把叉子递给我。你要吃吗？不，你吃。我热情地推拒回去，一脸期待地看着他。程正看上去有些疑惑，但还是乖乖把肉放进了嘴里。好吃吗？他点点头。我笑眯眯，带了几分诱哄的味道。那你觉得跟昨天的肉比有什么区别吗？程正插着肉愣住了，不确定地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眼神迷茫。你看，澳洲空运的牛肉跟我家现杀现运现吃的黄牛肉本质没有任何区别，这钱我稳稳地省了。呵，资本家别想再坑我1分钱。月底是程正哥哥程梅的生日宴，午后我叫了管家，狠狠心给程正订了50万的胸针加袖扣。程正刚好进门来，我停下手中的活计，把他推了进来。你不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溢出的资本家吗？前几天把自己的首饰都卖了，怎么现在又给我订这么贵的？我把选好的样式递给他看。我对这些东西不在意，只是你哥的生日宴肯定有不少与你相熟的人，这些人先敬罗衫后敬人，不能让他们看笑话。至于我，谁都知道乡下出身，没什么奢侈品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再不济我还可以骂回去吗？程正让我逗笑了，把册子抬手合上了。那我也不要了，到时候你一起帮我骂回去。他歪着头，眼底有几分促狭。程梅的生日宴，可想而知，来的人对程正都好不到哪里去，个个都想踩一脚程正，来讨厌主人家的欢心。为了这场硬仗，我特意回家，向村头战斗力极强的婶婶奶奶学了骂人的新样式。程正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手上一个个试色号，他认认真真的看了一圈，从里面抽了一支，用这个。我拿出另一支，把他手中的替换下去。程正轻轻地把口红涂在我的唇上，动作轻柔。我对着镜子左右端详，满意的不行。正宫红，谁涂谁气场嗷一下就上来了。我今天要用这个压肠子。程正微微一笑，伸出手指在我唇上沾了沾，然后抬手捻在了自己唇上。是吗？那我也用它压肠子。一直到了别墅门口，我脸上热度还没降下来。程正真的是太会调情了。本来都冷静下来了，程正在车上又拉我的手系了个手链，亮晶晶的各色宝石在阳光下熠熠生光。没有女人不喜欢亮闪闪的珠宝，我左看右看，喜欢的不得了。你怎么买的呀？不是说好一起走极简贫穷风吗？程正笑着眨眨眼，用私房钱买的。我点点他，好啊，程先生，刚结婚就敢存私房钱了。我们来的比较晚，进门的时候厅内已经有了不少人，只是众人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，却都没有要和我们攀谈的意思。从故意挑衅到无视，这是尝了我的厉害之后换的新套路。不过我和程正都不在意，我们只管过好自己的日子，扒高踩低的这些人也没必要理他们。我推着程正到点心台，给他选了些吃食。程正在意外重伤了身子，时常会虚弱低血糖，所以我牢牢盯紧他每天吃东西的事。我们这样情意绵绵，自然有人看不下去了。程梅端着酒杯过来和程正打招呼，扫了我们几眼后，他摆出兄长的样子，皱眉道：怎么穿的这么简单？是不是你那儿的人私吞了钱，故意欺负你？要是钱不够就跟哥说，就怕身边人动手脚，欺负你腿脚不便，看着我们程家的富贵动了小心思。程梅在这儿点我呢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刚要开口，程梅身边跟着的一个男人先抢了话。是啊，要不说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程先生，程家家大业大，可是要好好打理。我笑了一声，低头看向程正，这是你孙子吗？程正不明所以，探寻的抬眼看我。那男人不满道，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我又不姓程。是啊，你不姓程，管程家的事儿做什么？把手伸到我们家，我还以为是你程正的私生孙子呢。
程梅皱眉训我，来的都是程家的客人，你别在这里丢程家的脸。程正眸色一动，脸色微沉，是啊，你们程家怎么会让这样的女人进门？脏了程家的门楣。老二断了腿，眼光怎么也差了。我又俯身看向程正，你私房钱多吗？程正点点头，好的。我站直身体，抬手照着那男人眼眶就是一拳，砰一声，男人一声惨叫，捂住眼睛。程梅一惊，抬头刚要怒斥我，你……我抬起另一只手，也送他一拳。宴会顿时乱了，我推着程正就跑。程正的轮椅被我推出了飙车的速度，我们俩藏到了别墅的小花园。我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抬起头，正对上程正含笑的眼睛。程先生，不会怪我惹祸吧？程正笑着摇摇头。那现在有什么感受？他学着我的口气开口道，爽。完了，文雅的程先生被我带坏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。我从口袋里掏出2个点心，可惜有一个被压碎了。程正非常大度地把他那个掰了一半给我。他坐在轮椅上，我坐在地上，躲在宴会的小花园里，分一个点心。你觉不觉得我们俩现在特别像豪门的破产夫妻？事实证明，饭不能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在我和程正调侃破产夫妻的半个月后，程家突然遭遇了从未有过的最大危机。按理来说，程家这种根基深厚的家族本不应该轰然倒塌，谁知道怎么会资产骤缩，资金链彻底断裂。哪怕我不懂生意场上的事情，也感觉吊诡。直到程正告诉我程家破产，他实在供养不起他了，我心中一动，该不会是程梅为了甩掉弟弟，自导自演了这场大戏吧？我不想拖累你，如果你想，我们随时可以去办离婚。程正说这话时看上去云淡风轻，可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比谁都要脆弱可怜。怎么会呢？你别胡思乱想。我抬手抱住他，一心沉浸在他被家人抛弃的心疼中，全然忽视了程正眼中闪过的暗光。我把程正带回了自己在乡下的家。我的房子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程正摇着轮椅在小院逛了又逛，满眼都是奇异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这都是我设计的。我推着程正给他展示，一边解释道。和家里人闹翻之后，我就单搬出来了，自己一点点完善了这个小家。程正问我为何闹翻，重男轻女呗，在家里我就是给弟弟当牛做马的命，连书都看不了，干脆躲出来，不肯，那就跟他们干架。你以为我骂人的技术是娘胎带的？当然是在实战中练出来的。他们这些人更欺软怕硬，色厉内荏，要不然怎么规训女儿家要3从4德，生怕我们个个彪悍起来，做个母老虎就拿捏不了了。回到了自己的领地，我久违的安心了不少，和程正多说了几句。晚上坐在我的小床上，我开了一盏夜灯，夜灯朦胧，氛围也格外旖旎。程正半躺在床上，眼含秋水，正望向我。我激动地跳上床，来，我们干一件重要的事。我从床边抄起小袋子，给你看看我们的财产。程正柔情似水的表情裂了。1个月1000万对你们有钱人不算什么，可对我们都是一辈子赚不到的。我这几个月削减了很多开支，就是防着这一天。程正的表情微微一变，你哥是你为眼中钉，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。你母亲呢？虽然你是他的儿子，他心疼你，可毕竟以后还是要依靠你哥，必要的时候还是会舍弃你。要不然在你受嘲讽的时候，他就应该为你撑腰，而不是娶我进门做马前卒。程家财产折损了一大半，程梅在死咬剩下的一部分。至于程母，早就在程家出事之后就杳无音信了。你放心，这些钱足够我们过好后半辈子了。我和程正就这样安顿下来。我现在有钱有闲，眼前又放着这么一个温柔的大帅哥，心情真是好的不行。命运总是对我如此慷慨，在我这样快乐的时候，邻居家又来了个新帅哥。听说是邻居在外读大学的儿子，放假回家，年轻蓬勃的男大，彬彬有礼的来家里借东西，怎么看都心情大好。我正跟邻家帅哥攀谈，屋子里的程正突然发出一声痛呼，我赶紧匆匆忙忙跑进去。怎么了？程正的脸色有点白，还在安慰我，没事，只是腿稍微有点疼。是有客人来了吗？让他进来坐呀。我们前几日新晒的茶，正好可以招待人家。我现在哪里还顾得上别人？程正和我搬到新家以来，腿从来没疼过，这边什么都好，就是医疗资源差，我生怕是没有定期请医生检查，他的腿又出了什么问题。我在他的腿上按了又按，捶了又捶。我没事，别担心。虽然他说没事，可往后的几天腿都时不时的疼上几次。这下我几乎寸步不离，死死黏住程正，这样我还是不放心。程正腿脚不便，我把他安顿好，出门给他买药。回来时，程正正坐在院子里和邻居隔着墙说话。男大邻居见了我，脸色大变，像躲什么一样，转身就跑。剩程正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垂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等我过去，程正抬起头，声音很轻，软软，如果你真的遇到能照顾你的人，就把我放下吧，我不会怪你。无论怎么样，我都希望你幸福。我不明所以，没来由的，怎么说起这样的话？难道邻居那个大学生跟程正说什么了？只是无论我怎么问，程正都不肯再说了。晚上的时候，程正没有声响，我在卧室没有找到他，情急之下推开了浴室的门。靠在浴缸边的程正微微抬眼，又把视线收了回去。顺着他的目光，在氤氲的水汽中，我看到了程正白皙诱人的皮肤。天天不运动，怎么身材还这么好？真让人嫉妒。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翻滚，我盯着程正的目光已经开始发直。程正微微一笑，软软，要摸一下吗？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我麻利地凑过去，把手放了上去。程正舒适地躺在浴缸里，展开手任我摩拳。在我越摸越入迷，毫无防备的时刻，他突然发力，把我拉进浴缸。我下意识的挣扎，却被他紧紧揽住腰。老婆，别乱动，你最心疼我的腿了，不想让他疼的，对吗？那话怎么说？心疼男人会变得不幸。
要不是心疼程正，我现在就不会瘫在床上变成鱼干。始作俑者还靠在床边，抓着我的手把玩。老婆，你醒了？他眼神亮亮地看着我。昨天老婆是不是答应我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都不会抛弃我？我还对他有气，愤愤地想抽回手，哑着声音说了句没有。程正眼中的光丢的一下就熄灭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拖累你，是我说的，是我答应你的，行了吧？我就见不得程正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，每次都会心软。智者不入爱河，冤种重蹈覆辙。我是冤种，但最近程正很怪，非常怪。以前他性情温和，但总是隔着一层纱似的，带着几分疏离。可自从跟我搬过来之后，就卯足劲朝我示弱，还总是反复让我承诺不会抛弃他，好像我是个黑历史满满的渣女一样。直到那天，我撒娇耍赖说身体不舒服，被他少折腾了几次，夜里睡得没有往日沉，迷迷糊糊的，似乎听见身边的人下了床，却没听到轮椅的转动声。没有轮椅，程正怎么出去？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。我强撑着眼皮睁开了眼睛，只见到程正的背影在门口一闪，他好像是站着的。我瞬间睁开了眼睛，我当然不会蠢到以为这是今天发生的医学奇迹，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外表可怜的小王八蛋瞒了我什么。我火速起身跟了上去，夜凉如水，程正冷冷地站在那里，对跪在面前求饶的人视若无睹，甚至抬起脚碾过为首那个中年男人的手指。我气笑了，就是说我这个小破院子竟然有一天能见到这样的大场面。正当我纠结现在冲出去骂人会不会有损这位程大佬的威力时，他似有所感，忽然抬头，猝不及防的四目相对。他眼神一软，又要露出平时的可怜模样来。眼上瘾了是吧？真像和我看过的豪门小说一样狗血而荒诞。不同的是，阴暗蛰伏手段狠厉的小说男主本人就在我身边。程正和他哥哥明争暗斗多年，程梅以为一场意外就宣布了自己的胜利，然而他不知道这只是程正布局的开始。程家资金链断裂是程正的一次清算，他借此将自己从程家分割出来，然后开始疯狂反噬。至于所谓断了的腿，从一开始就是正常的，也就是说你现在身体也是健康的，手里还有大量的财产。程正乖巧地坐在沙发上，谨慎地点头，然后又急着补充了一句，我确实在那场事故重伤了腿，阴雨天会有些疼。他垂下眼，露出一副可怜模样，你之前答应过我的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抛弃我。我呵了一声，抬起头看向他，对上程正惴惴的眼神，我麻利起身收拾东西。妈呀，那我要过什么样的好日子啊？不抛弃不抛弃，我要回去住你的大别墅了。开玩笑，可怜巴巴的残疾老公一朝变成健康有钱的资本大佬，谁这个时候跑路谁是傻子好吧？那1个月1000万还给吗？回去的路上我不确定地问程正。程正眼神和心情一样复杂，给你翻倍。我欢呼了一声，一把抱住了他。比起程正漫长的试探和纠结，我对他的身份转变欣然接受，精神抖擞地搬进了程正布置的新家。程正的翻身引起了轩然大波，每天都有一群人战战兢兢地上门道歉求情，其中不乏被我骂过的。每到这个时候，程正就会把目光投向我，我却没有看他，更没有时间管。我忙着第180次摩拳过光滑华丽的螺旋楼梯。昨天程正刚把这套别墅挂在我的名下，这么好的房子怎么就归我了呢？爽！程正身价大增，我的情敌数量也开始激增。其实我不怎么在意的，1个月给我2000万，他在外面开后宫我都不介意。然而程正并没有放我清闲的意思，每次应酬遇到塞人的，他总会灵巧地向后一躲，然后淡淡开口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那个招惹不起。这个时候我就会华丽丽的登场，火力全开的轰击每一个缠着程正的人。我的战斗力早在程正装断腿的时期就有目共睹，现在这么一搅和，母老虎的名声就更旺了。算了，看在他给这么多钱的份上，这戏演就演了。但今天的情况显然不太一样。程正发消息把我叫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有了几分醉意。在他旁边的那个女人一身奢侈品，显然是个富家小姐。最重要的是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样子，我一时分不清我们俩谁才是正宫。好事者立马提醒我，这是程正之前的未婚妻。哦，无论未婚妻还是未婚夫，前任都是过去时了，在这里刷什么存在感？哦，前任你好。我彬彬有礼，软妙是吧？我劝你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乡下出身根本配不上程正，我劝你识相。这熟悉的台词，豪门狗血8点档也让我演上了。我扶住程正，可是他1个月给我2000万，你们家这么有钱，要不要跟他竞一下价？软妙被我气得深吸了一口气。据我所知，你也是大学生吧？毕业之后不去工作，偏偏做寄生虫，你自己不觉得丢脸吗？丢脸！我夸张地重复了一遍，我是粉领来。你有没有听说粉领身上带，月薪3500？要是你选什么？程正好像不太高兴。回家之后，我确定他已经醒酒了，可是依然不怎么说话。他坐在沙发上，不知道在思考什么，突然蹦了一句：老婆，要不你还是骂我一顿吧？还有这种要求，我觉得你不喜欢我，你只爱我的钱。天地良心，这话可暗网我了。我每晚都抱着你的腹肌爱不释手，怎么就不爱你了？不是。程正被我一梗，不是这种不爱，我觉得你没有那么上心。你看我之前瞒你那么大的秘密，你都没有骂我，说明你对我没有投入那么多感情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我保守地问了一句。所以呢，我应该怎么做？难过、愤怒、悲伤，不理我，冷眼看我苦苦哀求，然后呢，终于愿意原谅我，然后我们破镜重圆。对呀，我一拍大腿，我们现在就到了最后一步啊，大团圆。程正还想说什么，被我抬手捏住了脸。程正，我知道你纠结的是什么。首先，你并没有对不起我，而且我一路走到现在，敢爱敢恨，不矫情不内耗，我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，也从不会伤害别人。说我汲汲营营也无所谓，我不在意，因为我无比确定我在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向上走，我不会纠结于过去而毁掉现在。
当下的快乐比什么都重要。番外，程正断腿的事情不胫而走，一切都如他所料。程梅得意的尾巴都要藏不住了，不少身边人也当场表演了变脸。程正在心里冷笑，这样也好，到时候一起清算，哪个也别错放了。在他意料之外的是从天而降的老婆。他本以为这是程梅或者他那个母亲选来的内奸，但观察了几天之后，他下了定论，应该不是程梅的人，那就是爱钱了。1个月1000万，他妈倒是挺舍的，不过都是鳄鱼的眼泪，否则就不会压着意外的调查，一心保住大儿子了。于是他故意知会管家，让管家把1000万模糊成2个人的共同开支，还拉了天价奢侈品的账单给他。果不其然，得知这个消息的他急得跳脚，偷偷砍掉了别墅的一大笔开支。不过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小家子气的女人，但是她竟然有点心动，尤其是在她每次挡在身前的时候。见惯了豪门的虚与委蛇、暗藏讥讽，这种直来直去的方式真的很爽。说出来的时候，他自己也惊了一下，明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竟然也会不知不觉被他同化感染。和他在一块是一种很纯粹的快乐。如果不用刻意装可怜的话，在他看来，对别人的示弱一再同情和怜悯的人是无用的善良和愚蠢。可是他还是一再利用他的同情和可怜，似乎只有用这种方法，他才能更多的获得他的目光。后来他想想，也许从他扮可怜开始，这段感情就注定他不会处于上风。表面上是他一直在走向他，可事实上他要费尽心思才能从他那里再多获得一点关心，再多获得一点爱。直到这场局的破产大戏来临，在嗜血凶兽终于迎来尽释前奏的喜悦之余，他还有了一点遗憾和不安。为钱而来的小妻子会不会就此抛下他呢？那真是太遗憾了。不是为小妻子假装这么久而希望落空遗憾，而是为自己没法和他继续办好恩爱夫妻而遗憾啊！也不用遗憾，既然他爱钱，等他布局结束再把他找回来就好。威逼利诱，只是他抛弃他一次，他的手段不会让他很舒服就是了。他胡思乱想着，竟然有些期待。然而事实再次出乎他的意料，那个他误以为只爱钱的小妻子，这一次却坚定地选择了他。甚至他以为他曾经在开支上动的小手脚，原来也只是以备不时之需的筹谋。心思阴沉的人最怕遇见心思成明的人，因为他会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他所有的阴暗与不堪。明明已经胜券在握，他却把收网的时间一拖再拖。他突然不敢说，不敢让他知道一切。他能接受他的阴暗和心机吗？原来这就是近乡情怯的感觉。他意料之外的欣然接受，他却没有那么高兴。他是不是没有那么在乎他？他怎么都不骂他，以身作局时都能睡得很香的程正突然失眠了。他故意用前未婚妻试探他，可他还是一副不挂心的样子。听了他的话，他终于明白，从一开始阮妙就是心思成明如镜的人。他温暖、坦诚、热烈，永远活在当下。他以最大的善意面对每一个人，会同情，会怜悯，不在意，不纠结。他将永远如太阳般耀眼灿烂，而他愿追随太阳，驱散阴霾。全文完。